酥脆的饼干皮覆盖着松软的面包，最台的面包中一定有这个。嗨，我是平，一位烘焙爱好者。今天请陪我一起制作大小朋友都喜爱的菠萝面包。原本的做法是把除了奶油以外的材料加进去，直接揉成团。而我分成2次揉面，因为可以缩短之后操作的时间。搅拌到没有干面粉的痕迹，详细食谱放在说明栏。冷藏1晚，直到它明显的膨胀。初期面团会很黏，如果喜欢手揉的朋友，水要慢慢添加进去，搅打到面团出现筋性，接着加入无盐奶油，继续揉面，直到表面光滑、柔软而且有弹性。最后将面团密封，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30分钟。等待的时间来准备菠萝皮，把软化的无盐奶油和糖粉混合，打发成变白蓬松的状态。接着分3到4次加入室温的鸡蛋液，每次都要拌匀才能加下一次。倒入奶粉拌一拌，高筋面粉分数次加进去，一直到成团不粘手就好了，不一定要全部加入。这个过程需要依靠手感，因为面粉的吸水量会有所不同，经验不足的粉量会抓不准。就像我一样，面团拌好后也不能放太久，否则会变硬，不好操作。复原的手法不好解说，看画面比较清楚，只要多练习就会了。表面盖好再休息20分钟，让紧绷的面筋放松一点。我原本想学专业的手法，一手握住面团，另一手用菠萝皮边转边包起来，但是我的皮有点硬，分加多了。于是我采用更简单的方法，把饼皮用保鲜膜包起来，擀扁。皮分成约25克一个。面团要先排气，整成小球状。我喜欢把饼皮整个包住面团，大约是3/4。如果这时皮太干，可以喷点水帮助粘合。用刮板压出格子纹，最后放在密闭环境发酵成2倍大，约40到60分钟。除非你的环境温度很低，不然不必做升温的动作。怕奶油含量高的菠萝皮会出油。抓上鸡蛋液，涂在菠萝皮上面，面团尽量不要涂到，因为容易烤太深。这里的烤温分成2段，温度我写在底下了。出炉刷一下，金黄的菠萝包就做好啦。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味道。我另外用全麦饼皮做了1次，只是颜色深了点，时间还要再调整。菠萝面包约于1960年代由香港传入台湾，它的名字来自于烘烤后的凹凸外形，护是菠萝，也就是凤梨。奶油香甜，口感有层次。用最后一口面包写下完美句点。今天的影片到这里，谢谢你的陪伴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